大家早上好啊！这期视频的开头就先让我们从普罗旺斯乡村的清晨开始吧，先静静地感受一下这壮丽的日出景色。受隔壁屋的影响，我们也假装是个法国人吧。今早起了个大晚，然后做了个早餐，现在吃个早餐，然后咱们就继续咱们的法国乡村小镇的游览。我们到伯尼约了，刚刚把车停好。这个小城应该是鲁贝隆，也称为吕贝隆的这个片区里边最古老的一座小城。刚好今天来，不期而遇，这里有个当地的集市，我们先看一看。哇哦，这个什么呢？这是装饰品吗？这家卖香肠的已经在撤摊了，因为已经接近中午，接近这个1点钟，剩下的很多都是做这种手工艺品的店。这里这些就是卖当地的农产品的。蘑菇啊、朝鲜蓟啊、青瓜、茄瓜，就是专门卖蔬菜的，还有水果。哇，这些杏真是够大一个。这上面还有，这是卖 cheese 的。哇，这个要70欧，那这个就比超市卖的贵多了。像他们这种的芝士就很有趣了，并且还有装饰，做的像蛋糕一样，好小清新。这上面应该是撒的是罗勒或者是各种调味料。这种像番薯一样的，有点像是香肠吧。各种香料。辣椒干。研磨后的各种的调味料的碎啊，这个是盐应该是。这个好多的香料，感觉收摊了，很多开始收档了。We have to leaving at after one. Yeah, after. Every day this market? No, every day in a different village. Every morning you have the market somewhere. Here is every Friday. 他说这附近呢，每天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集市，是在各个村庄里进行的。然后呢，今天可能是这里，明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庄了。这个卖手工皂的倒是挺有趣，3块10欧。不过我们家的似乎不用手工皂。很多手工的这些本地的，尤其是薰衣草的香薰或者是手工皂，这也是蛮多的。
这里终于出现了每个小镇都不可或缺的雪糕店。哇，这里的餐饮业很旺哎，这上面又是一家餐饮店。这家小镇的商业气氛就要比昨天那2个要浓很多了。You sure it's closed? No. Just have follow? Yeah, it's Okay, thank you. 哇，呢個幾靚啊！10歐，上面呢啲就靚，掛住嗰啲。係啊，呢張幾好啊，我覺得幾正。这家的这个画店呢，就有2个老人家来主理。男的那个呢，就是主笔，就是画家，他的画作呢真的是很漂亮。如果是口袋里不缺钱的小伙伴们，可以考虑来这里收藏一幅。它的那个表边都是画出来的，所以相当的精美。基本上普通的价格都在1000欧以上了。并且呢，它可以运往世界各地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要带着它到处跑。这家画廊就真的是漂亮了。仙人座啊是6号，6号的话呢，它的这些画作就是相当漂亮，不过就是蛮贵。正所谓1分钱1分货。又来看房子了，咱们。哇，这些小层的房子比那天看的要贵多了，149万欧。这个159方的就58万欧，这个也不错啊，这间拍出来好像。这一间就这边就貴啦，這些房子158個方好大啦，好冇？哇，佢有個角啦。知呢個係 apartment。呢個係159萬。係啊，成等嘛。400個方的 surface， 看到沒有？8個房間。有泳池。嗯。即係我嚟做咩咯？你可以攞嚟做民宿咯，可以。依都唔平啦，都係100幾萬起啦。這些都是莊園級嘅。往哪邊上好呢？往這邊上吧。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植物，那个叶片好漂亮，还开紫色的花。啊，这家在装修了，这家卖掉了，已经在装修。今天可惜没有蓝天，否则的话呢，这里还真的是很漂亮哎。这里有条隧道，看起来很有年代感。这种在山体里挖出的隧道，应该是古时候城防工事的一部分。这个坡度看起来不陡啊，但就这样走上来还是有些气喘，看起来真的是老了。这里又是一家卖画的。不是明信片。这些也是以普罗旺斯周边景色为素材的画作了，不过个人感觉画的就没有刚才的那家那么好。中午时间，不知道小镇的居民是不是都去午休了？感觉这周围都很安静。
从这里可以上来，这边过去吧。这里全是上坡路啊，看起来对老人家来说就不大友好了。这两侧的房子可以说是没啥特色，如果不说，可能还有种像在云南丽江、大理这些地方的感觉。这里有家酒吧，哇，这里居然有辆车，它是怎么开上来的？终于上来了。山上的这个应该是属于修道院吧，现在也在修葺中，好像是不能进去，等会儿试试看能不能进。哇！这里又是按图索骥来看山，整个的鲁本纳地区的这些村庄和山，它都标在这儿。这边还能上去吗？哇，这些是什么果子呢？原来这种树它上面会长这种花苞和果子的。这里是否有路可以上去？这个教堂这个位置，感觉像是可以。那边那条步道是封了，但是这边好像还行。哦，这边也围起来了，那应该是整个都在施工了，那就上不去了。只能下山了。这边据说是条不通的路，不知道是车不通还是人不通。哇，好大风！走这个方向下去，可以给大家看看。你看它这边也是这种屋顶，就和我们乡下是没什么区别的。广东的乡下也是这种瓦屋顶，但是在瓦屋顶上面呢还开了个天窗，就方便透光。你看，有几户都开了天窗的。然后远处对面那边呢，又是另外一座小城。感觉这里应该也能下去吧。在这边走走吧。哇，这个山洞里面居然停满了车。Bonjour。这又是一间画室。这里好像好多的都是画室。
这个又是一间画室，这感觉像是卓别林的故乡似的，好多卓别林的画作。刚才看了一张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碟，不过可惜他的状况不是特别理想，否则的话呢，那个是各种是 Michael Jackson 的就是比较 popular 的歌集合在一起的，那张碟的歌还是蛮不错，可惜就是状态不是特别好。它还有一个叫做那个叫什么，是一个法国一个很著名的歌手叫 Johnny， 但我对他没有任何的认知。那张的碟就真的是很 special， 因为这个 singer 已经逝世了，所以他的碟还是值得收藏。刚才我们就是走这条隧道从另一个方向上山的，我们基本上等于顺着原路下山了，不是下山，是出城。不过可以见到啊，他们每个就法国人都可以说是话痨，一旦拉住你就可以说个不停。刚才那位店主是死拉着，就是哪怕你不买，他要跟你说一通。看了好多来这里玩的这个法国人，吃完午餐了，现在开始往上走了，准备下去。这里就是刚才集市的那个小广场，现在集市都收摊了。回过头来看看这一个教堂吧，不知道是修道院还是教堂，也不知道它开不开，因为很多他们这边的教堂是中午2点前是休息的，不过现在刚好2点，啊，好像是开的，可以进去瞅瞅。这个就超级简单了，中间就是主祭坛，没有特别的装饰。一些小的祭台，贝奥斯唱诗班所在的地方就是2楼，然后似乎没见到有管风琴，两侧就是很简单的布置。
这应该感觉教堂也不是特别年代久远。这很多它关于宗教的书籍摆在这里，不知道是不是随便借阅呢？这里有一本签到的不是签到，可以给大家留下这个自己想要祈祷的心愿的一个留言簿。他这里说，他这个教会叫做变容教堂，变就是变容，就是变脸的意思啊，并且它最早的历史呢，还真的是能追溯到10世纪，然后在后来呢进行了重修的，大概就这样。为了方便更多的这个村民能够进入这个教堂，所以后来进行了重修。好了。现在我们拿到车，准备离开这个小镇了，顺便可以看看小镇的街景。Now turn left onto River Orid. Now turn right onto Onsian Shimandi Lomarin. 很多法国小镇的出入口都能看到矗立的十字架。可以说是保佑小镇平安的标志。这个外围看这个小镇，更加是旧的不行了。那个外面那些城防的这些石墙，哇，真是年代久远。果然出太阳了，不过天还不蓝，还是多云。我们现在离开这个伯尼约，先去为我们的车充个电先。伯尼约这个小镇，客观而言，没有非常显赫的地标啊，但胜在古老和浓郁的艺术氛围。来鲁贝隆游玩的小伙伴，可以把它作为备选，有时间就来逛逛，打发时间。那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了。想跟随我们继续探访普罗旺斯的村落的，就请继续关注我们啦。点击屏幕右下角的小方框，就可以直接关注了。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啦！